咱们商务部发了个公告，那简直是惊雷啊！这简单说啊，就是咱们中国正式宣布了加强对日本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很多人一看这标题出口管制啊，经常见嘛。哎，你要是这么想啊，那可真的就看走眼了。这回不一样啊，这回是真真正正的釜底抽薪。首先啊，咱们得把这个核心词给搞明白了。啥叫两用物项啊？这个词儿吧，听着是挺专业的。其实呢，咱把它翻译成大白话啊，就是那种平时呢是良民，战时是利器的玩意儿，它本身是没有善恶的啊。就像一把菜刀，哎，你在厨房里呢，那就是切菜神器；但是你要是拎着上街砍人，那就是凶器。关键看什么呢？看落在谁手里，用来干什么。那商务部这次公告里点的那些东西啊，那个都是宝贝啊。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哎，你一听就明白了。第一个，高强度碳纤维，这玩意儿吧，大家伙可能都听过，钓鱼佬最熟悉啦。那好的钓鱼竿啊，碳素的，轻硬，那个手感啊，溜起鱼来那是杠杠的。还有咱们骑的那种高档自行车，碳纤维车架，那都是顶级运动器材啊。但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就是个做鱼竿、做个球拍的，那你就太小看它了。这个东西啊，它要是用在了军事上，那就是 F-35战斗机的机翼啊，那就是洲际导弹的弹体外壳，因为它轻啊，强度还比这个钢大好几倍。这1克重量减下来啊，那个导弹它就能多飞好几公里啊。那个战斗机呢，它就能多挂2枚炸弹。这以前这个日本是总吹牛啊，说他们的碳纤维技术啊是世界第一，东丽公司多牛多牛，是他们技术是好，但是原材料呢，初级加工品呢，这里头的门道多了去了，离了咱们，他们的生产线也得趴窝。还有这第二个，特种芯片和传感器，这个东西啊，它要是装在你的手机里呢，那就是让你刷抖音，打这个王者荣耀的科技生活。要是装在这个扫地机器人里啊，那就是帮你躲避桌子腿的。可是啊，这要是装进了这个导弹的导引头里呢，那就是千里眼啊。要是装进了雷达系统里呢，那就是顺风耳。现在的战争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信息化。导弹能不能打得准啊？全靠这点小东西。这日本呢，想搞那个什么战斧巡航导弹的国产化，想升级他们的12式反舰导弹。离了这些特种元器件啊，那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还有这第三个啊，也是最要命的高纯度稀土啊。那这个咱们待会儿再细说，这可是真正的工业维生素啊，甚至是工业海洛因。一旦断了啊，那是要犯毒瘾的，是要抽搐的。所以你看呢，这些东西呢，全世界都在严管。以前呢，都是美西方卡咱们脖子啊。说这个不能卖给中国，那个也不能卖给中国，怕咱们呀拿去造航母。嘿，风水轮流转哦。现在呢，轮到咱们说了，哎，小日子啊，这东西我也不能卖给你们了，为啥呢？我怕你拿去造导弹打我呀。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听着是不是特解气啊？那搞明白了的东西啊，咱们再来看看商务部那个公告里的2句核心狠话。那这2句话啊，哎，你要是不仔细读，可能就过去了。但是你要是懂行的呀，读完了就是后背发凉。第一句啊，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那这里面有个词儿啊，叫一切有助于，这是什么概念啊？这是个无限兜底的条款啊。这比如说，这日本的丰田公司跑过来找咱们啊，大哥，我买这点稀土磁铁呢，是造这个电动车的，绝不是造坦克的。这按理说这是民用吧，那以前可能就放行了。但是现在咱们有了这个条款，咱们可以说慢着，哎，你丰田是造车的，但是你们家那个越野车底盘是不是也能改成军用吉普呀？你们这个电机技术啊，是不是也能用到这个潜艇上啊？你虽然说的是民用的，但是这个技术积累了，是不是有助于提升你们国家的整体工业实力？那进而就有助于提升军事实力啊！哎，只要咱们评估认为有可能，那就可以一票否决。这就好比啊，我是卖刀的，那你来买刀，以前嘛，你只要证明你不杀人就行了。
现在是啊，只要我觉得你长得像坏人，或者说你练过武术，这个刀我就不卖你。潜台词就是啊，我说你不能用，你就不能用，解释权在我这里。这一招啊，是彻底堵死了日本通过这个民用渠道商业采购来进行技术渗透和战备储备的后门。那以前呢，他们搞那种什么军民融合啊，打这个民企的旗号来买咱们东西啊，回去造武器啊。现在门都没有，头都给你焊死。这第二句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违反规定，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长臂管辖。以前呢，这一招是美国人的专利啊。那美国人那个时候多精哦，哎，只要你用了这个美国的一颗螺丝钉儿，你就不能卖给华为，不然我就抓你，我就罚你。现在呢，咱们中国啊也把这把剑给拔出来了。这句话是说给谁听的？就是说给那些想当二道贩子的人听的啊。这日本啊肯定会想，哎呀，中国不卖我去韩国买行不行呢？我去东南亚买行不行呢？我去欧洲买行不行？咱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行。韩国企业也好，越南企业也好，你们买咱们的原材料可以，但是如果咱们查出来啊，你们转手把这个东西卖给了日本，那或者说你用咱们的材料做成了半成品卖给了日本军工企业，对不起哦，那你也得上黑名单了。咱们的法律大棒啊，一样能打到你头上。以后呢，你也别想从中国进口一根毛。这就是在全球供应链上画下了一道红彤彤的中国红线，谁敢跨过来啊，谁就得断手断脚。这个威慑力啊，可不是开玩笑的。那刚才呢，咱们提了一嘴稀土，现在啊得好好唠唠这个。为什么说这招啊能把这个日本打下尘埃？为什么日本媒体啊现在是一片哀嚎啊？什么供应链断裂、安全保障危机都喊出来了？因为他们心里面跟明镜似的。在稀土这块，尤其是中重稀土啊，中国就是他们的天。咱们很多老百姓呢都知道这个稀土厉害，但是可能不知道这个稀土呢，它是分为轻稀土和重稀土。那轻稀土嘛，世界上其他地儿也有，也不算太限。但是中重稀土啊，那才是真正的宝贝疙瘩啊，是军工血液。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都知道，那现在的电动车、风力发电机，还有这个潜艇啦、坦克的电机啊，都要用到永磁体，就是磁铁。但这个磁铁啊，它有个毛病儿，就是一热它就会消磁，一热就没劲儿了呀。如果说你想让这个电机啊，在这个战斗机发动机旁边那种几百度的环境里工作，如果你想让这个导弹在高速飞行磨砂生热的时候还能精准制导，那这个磁铁里啊，必须得加一样东西啊，就是敌和特。加了这个玩意儿啊，这个磁铁就是金刚不坏啊，耐高温，性能稳。而这个东西呢，全球90%以上的产量都在中国。尤其是那个什么离子吸附型稀土矿，那基本上就是咱们南方独有的。日本对这玩意儿的依赖度有多少呢？接近100%。你没听错啊，是100%。日本这10几年是没少折腾啊，天天喊着摆脱中国依赖，稀土来源多元化。他们去澳大利亚挖那边的矿，大部分是轻稀土啊，品位低，挖出来一堆石头啊，提炼成本高的吓人，还污染环境。他们说要去那个什么南鸟岛深海开采，那是吹牛皮哦，在那几千米深的海底挖1亿粒的稀土啊，那个技术难度啊，比登天还难。哪怕是挖出来了，那个成本啊，估计比金子还贵。这个生意还怎么做呢？他们还搞回收，就是从这个废旧手机里拆，那是杯水车薪啊，连塞牙缝都不够。所以呢，中国这一手啊，都不需要全面禁止啊，哪怕咱们啊，只是在这个出口审批上放缓节奏。比如说，最近呢，我们要进行特别的安全评估，这个许可证嘛，得批个半年1年的。就这一招，日本的高端制造业就得当场休克。你就看着吧，接下来日本那几个大厂就得哭爹喊娘。丰田、本田他们的新能源车生产线，要是没了这种特殊的磁铁啊，那个电机就是个废物，车就造不出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啊，那是日本军工的骨干嘛，他们的精密机床、航空航天部件、导弹导引头，要是缺了这点味精啊，那整盘菜都得倒掉。甚至他那个什么防卫省啊，天天吹嘘的什么宙斯盾舰升级啊，什么下一代战斗机研发，进度表全得推翻重来，这就叫
精准点穴，一指头戳下去啊，让你半身不遂。那这个时候有人就要问了啊，哎，那个日本不是还有个美国爹吗？美国不是号称世界第一吗？日本不能去找美国买吗？哼哼，这正是这盘大棋里最多的地方啊。答案是找美国，美国自己在稀土这块还得管中国叫爸爸呢。你别看这个美国军火商那个牛劲儿啊，卖给这个日本什么 F-35啦，卖给日本的导弹，那是成品。美国现在的军工供应链啊，其实是非常的脆弱的。有一份美国国防部的报告自己都承认啊，如果要彻底摆脱中国稀土呢，这美国呢需要花个10年时间，还需要砸个几千亿美元，而且还不一定能成。美国的 F-35战斗机啊，之前呢就因为发现里面用了中国的磁铁，停产了一段时间。那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这个五角大楼没办法呀，签了个豁免令，意思就是啊，算了，睁着眼闭着眼吧，不然这个飞机它没法造了呀。所以呢，日本现在要是跑去找美国，中国断我供了，你救救我！美国只能两手一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我这点存货还不够自己造导弹呢，哪有富裕的给你？这就是现在的全球产业链逻辑啊！中国不是当年那个无暇阿蒙了啊，咱们是世界工厂，而且不仅是做袜子的工厂，咱们是掌握了核心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垄断地位的工厂。那中国这次的管制呢，是从源头上拧紧了水龙头，水龙头一关啊，你管下面接水是日本还是美国啊？大家都得渴死。而且吧，这一招呢还有一个深层含义，咱们这是告诉全世界啊，尤其是告诉那些还在跟着美国屁股后面跑的小兄弟们啊，美国保不了你们。当你们为了讨好美国啊，得罪了中国这个最大的原材料供应商和市场的时候，美国啊是不会割自己的肉来喂你的。到时候啊，被牺牲的、被抛弃的，永远是你们这些马前卒。那这所有的一切呢，归根结底啊，还不是高师大妈做的吗？咱们中国讲究是先礼后兵，咱们忍了很久了啊，也警告了很多次了。咱们甚至在几个月前啊，还限制了镓和锗的出口，那是第一记耳光。结果呢，这日本啊，他不但不知道悔改，反而是变本加厉啊，还配合美国啊，在这个半导体设备上卡咱们脖子啊，不卖给咱们光刻机设备。行啊，既然你把事做绝了，那咱们也不需要藏着掖着了。你要选择对抗，那就必须承担对抗的全部代价。以前咱们是觉得啊，只有这个航母导弹是重器啊，其实这手里面掌握的关键资源、核心供应链，那也是能杀人于无形的重器。当别人呢想卡咱们脖子的时候，咱们能反手就是一记锁喉，让他知道啊什么是窒息的感觉。这日本啊，现在肯定是在开会，肯定是在评估，肯定在慌。让他们慌去吧。我が国のみをターゲットにした今般の措置というものは国際的な慣行と大きく異なり、決して許容できず、極めて遺憾であります。外務省、経済産業省及び在中国大使館から中国側に対してその旨の申し入れを行い、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措置の撤回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这就是给那些个反华急先锋们立的一个规矩，中国红线碰不得，碰了就得付出血的代价。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